现在华夏老师有几辆劳斯莱斯？反正是买过2辆了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甜蜜蜜。听过我的歌，你永远都忘不掉。听说一开始提这个提案，蜜雪的 CEO 不太同意，应该说所有人都激烈的反对。怎么确定是这2个多亿的投放带来的？你给他一个耳巴子，这个是科学算的东西吗？我说没想好瞎投不行吗？人一到花钱的时候，他的智商就急剧下降。今天我们请到了华与华的创始人华山，他02年创办了华与华，蜜雪冰城，知识就在得到，爱干净，住汉庭。没错，这些你耳熟能详的超级案例都出自华与华之手。时间回到1971年，华山出生在一个贵州小山村里。贵州省遵义市道真阁老族苗族自治县上坝腿下族乡新田坝村。哎呀，爸爸，一听就是一个很深远的地方。大学毕业找不到方向，迷茫时倒卖过煤炭，钱没赚到，反倒遇到了歹徒。后面的刀底子把你的包拿出来，那我那时候也没挣钱，都是父母给我的。过了2年啃老的这个生活，给我洗劫一空。直到1996年，他拜入了著名战略咨询专家王志刚的门下。这种跟王老师我就发财了，我天！我1月份去的嘛，我1月6号去见的王老师，然后就春节前到2月份就挣了4000多块钱了。哥们儿就买机票飞机回家了，以前都是火车，就是衣锦还乡了。哎，衣锦还乡。这种跟王老师我就一帆风顺，所以我对的师傅感情特别深，那是真是改变命运。对，这之后就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嘛。对，后来第2年，王老师那本书都谋事在人，就出版了。出版了之后，不就一下就火了，成了大师了嘛？他本来不是10万块吗？6位数吗？好像找的有很多，就请了一个总经理去谈价钱。他见一个老板，他就说25万，人家一口就答应了。再下一个他说36万，人家又答应了。就懵了，就不知道自己到底值多少钱了。再下一个180万，还是答应了，这就干到100多万了，没敢再往200万个，毕竟才96年。然后到了96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工作室来了一个，我把他叫捣蛋鬼，叫陈竹富。陈竹富以前在广告公司干的，有一天我们喝啤酒，他跟我说，他说华山，你不能跟王老师干，你跟王老师干，你没前途。我说我这正干的风生水起，这没前途，这不神经病嘛？我说怎么讲？他说王老师啊，他相当于我们古代的智囊谋士，但是他不是专业人士。他说未来社会呢，他说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。你说我们搞房地产策划，他说什么叫策划呢？要么你就是搞规划，要么你就搞建筑设计，要么呢你就是搞销售代理。他说没有一个工作叫做策划，这个是阶段性的。他说你必须给自己确定一个专业。我说那王老师就反专业的了，他叫出思路、出整合、出监理、出人才、出机制、5出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他说我看你骨骼清奇是吧？你做广告肯定行。我做广告不就卖挂历吗？他真不是卖挂历。我说广告除了挂历还有啥？他说你知道奥格威吗？我说不知道。他说奥格威是广告教皇，怎么的？我讲了一通奥格威，我也没什么兴趣。他说那个奥格威开什么车你知道吗？我说什么车？他说劳斯莱斯。我说劳斯莱斯不是英女王的车吗？他说女王只有1辆，奥格威有2辆。我就定下了做广告了，做广告买2辆劳斯莱斯这个计划。现在华夏老师有几辆劳斯莱斯？曾经有2辆，后来把前1辆卖掉了。反正是买过2辆劳斯莱斯。97年底的春节，那个春节回来之后，我就想好了找师傅辞职，但是呢有点不舍。后来但是鼓起勇气还是跟师傅说，王老师说，他说你本来可以成长为一棵高大的乔木，你非要去做那个发达的灌木，因为他还是有那种君子不器的思想。然后到02年呢，就创办了这个华与华。7月成立，我可能那半年吧，可能有个100来万的收入。其实我上得很快，就是还是讲的于小生，他当时呢广告媒体的大腕。那我之前呢曾经介绍他跟我的2个客户，一个竹林正生，一个康必德，大概他做了1个多亿的生意。我给他介绍的嘛，他就要给我钱。那我呢觉得，我要拿了你的钱，不等于我拿了我客户的钱嘛？我这钱，我说我这钱我不能拿。你看这就是诚信嘛。他就碰到这么一个奇葩，不拿他的钱。所以我创业之后呢，他就疯狂的给我介绍客户。我那段时间怎么做生意呢？他所有客户他都带着我去，就跟着老板说，他们谈生意谈媒介代理嘛，是吧？1个亿，好，没问题，1个亿我给你垫。老板一听垫，说那什么时候还？什么时候还都行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只有小华做的策划我才敢垫款。那请他给我们策划呗，是不是？那小华可贵，那多贵啊
240万一年，我那是240万的，240万一年是挺贵的，但想想240万可以垫款1个亿，好像利息也不高，垫款的也好，不垫款的也好，反正他把他所有的客户都介绍给我，包括后来我做三金制药、三金蓝瓶，包括这个葵花药业，这都是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客户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给我拉来的客户可能占我60%以上的收入。你看，就是这么一次交道，我没拿他钱，其实就是这个把他刺激了。所以他给你介绍客户的时候，他也没拿你的钱啊，对，他也没拿我1分钱。就是画一画非常知名的，就是不比稿不投标。这个是什么时候确立下来的？哎呀，这个其实说起来太有意思了，没确立过，因为一开始根本就不知道有投标比稿这回事儿。这个人本来是纯良的。对，这王占公司时那更不存在投标比稿了，是不是？人家来请老师，那还说投标比稿的神经病嘛，是吧？所以根本就没这个概念。98年开始搞广告公司，我那时候比如说跟人谈客户，那你肯定得跟人谈了，是不是？那谈的得人家认可你、欣赏你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写一个项目建议书，谈自己的这个观点，然后我给你做哪些项目，收多少钱。客户也不知道可以投标比稿，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把这个规矩搞坏了。那我们呢，本来就没这个规矩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说你千亿万亿跟我毛关系，你又不给我，我找你要的还是那些钱嘛。我经常讲，我们要的是钱，不是客户。很多人就是为了要客户，最后丢掉了钱，就死于这客户再多。这种站着就把钱挣了的状态，是很多人特别羡慕的。我不太喜欢站着就把钱挣了这个说法，就你服务客户嘛，就不需要谁站着谁坐着谁跪着，就是不存在这个。说站着是因为你先跪过了，所以你对站就很敏感。站里面就包含了跪嘛。对，当你说站的时候，其实心里面已经包含了跪了，没有，有意思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对。早期的客户是于小生介绍了很多，对。后来的客户是来自于机场或者飞机杂志上的。一个前面你有案例嘛？你想当我们有了田七、三金、葵花，就是这些客户这些案例的时候，我们很厉害了呀。然后呢，又上了这个广告，而且我广告没有停啊，我到现在累计投了2个多亿的广告了。那谁投过这么多广告？很长一段时间，机场的飞机上的杂志。对，当然还有那个机场的那个广告牌，对，都是画一画的这个广告。对，而且你看我的广告，我在那儿我就永远都不会停，没变过。这2个亿的这个广告投出去之后，怎么确定是这2个多亿的投放带来的客户和效果呢？我不需要知道，是吧？我现在打了10几年、15年，那效果是显然的嘛。有人说，哎，那你能算出？你怎么能科学的算出？你给他一个耳巴子，这个是科学算的东西吗？算不出来。明明不是科学算的东西，你非得要去算，最后你就只去买那些能算的。那只要是他能算出来的，他都是最贵的嘛。他能算出来多少钱，他就给你留这么一点，这不就是那个算法吗？你都知道投资产出比，还要什么企业家？对，所有对我的客户说，你不要讲什么广告，也没有什么投资产出。我说我给你们个词儿叫品牌税。你就当交税，你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税率。你说你愿意交10%，你愿意交1%，你愿意交5%，你自己定。定了之后，你就照这个税去交。啊，是有的企业就是本来是天天打广告的，突然一停就停了3年，然后来找我。我说这3年怎么停了呢？他说现在不知道怎么投，没想好。我说没想好瞎投不行吗？你们没想好是吧？没想好以前怎么投的就怎么投，不行就买广告牌。哦，干嘛没想好我就停了呢？那你这停3年，那人家都把你忘了，你那个热度不在了，你要再重新起来都得几倍的钱。所以你看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还有一点激动啊。对，有点激动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对他们特别鄙视。你知道，人一到花钱的时候，他的智商就会急剧下降。要么呢就是一厢情愿往死了花，就是身家性命都敢往里赌；要么呢就是哎呦，你花他一分钱跟要他命一样。现在华与华的品牌税是多少？我基本上10%。10%，对，收入10%全都投。对，收入10%投广告，我基本按这个来。有一个东西叫，我想很多人耳熟能详，叫超级符号。这个东西它的核心的逻辑，底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？那么我就经常讲超级符号的例子呢。然后比如说固安，如果正常的编码，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，听了蒙圈，根本没有收到任何信息。但是重新编码为我爱北京天安门正南50公里，那一下子就打动了，就找到了个熟悉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超级符号的这个方法。超级符号的这另一面呢，就是文化母体。对，它从文化母体里面提取超级符号，
文化母体就有不同了。比如说我爱北京天安门，它是中国文化母体的，但是 I love you, you love me, Misha ice cream and tea， 它是全球文化母体的。所以蜜雪能够全球化，但固安用这个口号它是全球化不了的。但当然固安我们的主要市场也不在于这个全球。那文化母体的这个再下一层呢，就是集体潜意识。那我爱北京天安门肯定是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里面。那么在集体潜意识再下一层呢，我们把它称为叫经验秩序，再下面一层呢叫知觉框架。这就涉及康德的这个先验哲学了，是吧？我们说我们的经验是。我们根据事物的现象，然后呢总结出经验，形成我们的这个知识。但是你把这些现象处理成经验的这个能力从哪儿来的呢？这是天生的嘛？这不是你学来的，对吗？对。所以这个东西是先验的。所以呢，底层是知觉框架，然后呢这个框架建立了一个经验的这个秩序。那你要传播它的东西，就是你要进入到它的秩序里面，就比较容易被它接受嘛，是吧？然后再往上一层呢是集体潜意识，然后文化母体，然后田来说超级符号。那田来说超级符号之后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预知键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甜蜜蜜，是不是都预知键？预知键夸组装进去了，啪一下就安装在他的脑子里面了。安装进去之后什么？无法卸载。听过我的歌，你永远都忘不掉。而且随时自己都不知道，无意识的就哼出就唱起来了，是吧？就像我的小儿子在美国，时不时就唱要想身体好，多往岛真跑，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唱，是吧？无法卸载，他自己就流动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还发动什么？是大规模的播传，就是我提出这个理论，不叫传播，叫播传。那这是整个超级符号的这个逻辑。所以，当我们要设计一个品牌的时候，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跟别人区隔？不是，我们的目的两个目的，第一是销售，第二是播传，这受不了，因为播传能带来更多的销售，最终目的就是销售。所以为什么华与华的东西好多设计师不理解呢？他看到你一个雪人，他就觉得他没有识别啊，他觉得这个东西是跟所有那个儿童绘本上的那个一样，一点也不独特，是吧？你看到华与华哪个东西独特？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独特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销售和这个传播。理解。而识别呢，它是由我运用的规模来实现的。你看，把刚才的这套理论，从最下面的那个认知的经验，经验的认知，到上面的那个潜意识，然后再往上的那个文化母体，再往上的这个超级符号，把这套架构的理论用在，比如说蜜雪冰城身上，那么他的那首歌，他的这个传播以及他这个形象，他是怎么去运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的？你到时候可以看一下头，就是看一下蜜雪它在我们之前的那个 logo，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 logo。其实超级符号呢，我的英文叫 super sign，你也可以叫 super signal。举个例子，华与华给汉庭，爱干净住汉庭，这是个刺激信号，这是个信号，对吗？如果这6个字，这个汉庭成功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我把这6个字上了楼顶。如果它是一个小卡片在那个床头柜上，刺激信号就弱，人家也不会注意，摆着不摆了，就销声匿迹了。对，上了那个楼顶，它的信号就强，是个巨大的承诺，反射也就出来了。所以呢，你在设计的时候，实际上你是在发信号。那么当我是一个雪人儿，就知道这里是卖冷饮，然后还拿个权杖头还是冰淇淋，是不是给你个信号是卖冰淇淋呢？他还带了一个王冠。就是我还比较厉害的，其实就这么简单。我这样让大家考虑，就是说，你看蜜雪冰城这个形象里面有几个母体，有几个我们讲文化母体，雪人是不是母体？而且是全球文化母体。为什么到东南亚那么厉害？东南亚小孩从来没见过下雪，但他认识雪人。但是你不要去搞个太独特的雪人，搞得太独特的就不像雪人了。它一定是个最 popular 的、最 common 的，这个所有人都一眼的，就是它就是雪人，没有第二个解释。第二个母体权杖，第3个母体冰淇淋，第4个母体王冠，第5个母体斗篷。你看这5个母体，我们再看那句话：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蜜雪冰城甜蜜蜜。几个母体？母体词组，你爱我，母体，我爱你，母体。甜蜜蜜母体等于我3匹马拉1座车，所以它跑得快。这个就是超级符号的这个魔力。对，它都不是从零创造出来，它一定要接受者心目中间早就已经存在的东西，用预制件来进行编织。如果你创造一个东西是谁都没有见过的，那就是说只有你认识，别人都不认识。一个只有你认识，别人都不认识的东西，怎么跟人沟通呢？所有的沟通基于共同的文化契约，
比如说我现在说一段话，嘎不那些狗那脑壳底光人啊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刘润长得挺帅的，但是这个语言只有你懂，只有我懂，所以你设计一个东西，你所有元素就是一个只有你认识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大部分的品牌的设计都是这样的，但是你说人家也成功了呀，他不怎么成功的，是那个公司成功了才把这个标志带成功。你以为这个标志给公司起得准，其实他成了一个负担，好不容易这个公司成功了，他跟着成功了，他还说他设计的好，他没有能够帮助这个公司成功。但是你看超级富豪华宇华设计所有东西上去就能帮他做生意，是，所以这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谬误，它存在了很多年。对，但我听说一开始提这个提案的时候啊，蜜雪的那个 CEO 张总好像不太同意这个，要把它 pass 掉的。应该说所有人都强烈的、激烈的反对。东北讲话多点事儿拿炮轰是吧？但是我在蜜雪冰城，他们就拿炮轰我了。他们公司的设计总监说，如果用这个东西我就辞职。他后来真的辞职了。甚至那些加盟商也说，如果用这个我们就不开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加盟商公司换个 logo 关你毛事啊？问你意见了吗？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表达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一切问题都是哲学问题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就是社会心理学里面讲的叫自我印象管理。人发表意见不是他对那个东西有意见，他是在管理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。设计总监为什么会为这个辞职？他觉得这个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画出来的东西，如果我用了这个东西做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，那不就代表我的水平吗？我是那个水平吗？他受不了的是这个。对，这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美、审美和审美的表达三个不同的事儿。美是什么？美了就是美了，没什么。审美呢，我的研究。审美的表达呢，是我该怎么说才让人觉得我有水平。对，它根本不相干。那年我一直手甲盖的水平都比他们高，他们都敢来评论我的东西，可笑不可笑的。所以我曾经有一次我写一篇文章，我说我看有个报道，就是说人们说有东西不美，是他对你还不服。以后都服了，你放个屁都美。红轩宝屁如丝竹之声，欣然之气，让人如痴如醉，绕梁三月而不绝。人类在哪个审美上面能达到全人类一致？每个人都说它美。什么？皇帝的新衣啊！因为你要说它不美，就证明你看不见，你就是个傻子。那是什么？自我印象管理。所以那个设计总监辞职了，他辞职了 ，CEO 依然坚持上。哎，张总嘛，他就是选择那个相信我嘛，相信我。再一个，多大点事儿拿炮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经常帮人改 logo， 最后都形成那种剧烈的那种反对啊？得到也是这样的啊，对呀。所以当时的那个得到不是有个著名的故事，就是我当时问托普花，我说用这标志你会死吗？完了我一弄之后，好像你们一下子就很激烈的，特重视，他觉得那个，当时托普花跟我说，你用这个，我每天看着上班看着我都不开心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弄？我说你会死吗？他那都死不了。我说死不了，只要死不了，不都是擦伤吗？多大点事儿是吧？海底捞当时也是说太 low。我说你原来那个不都恨不得丑的要哭，用了20多年，你记得海底捞以前的 logo 吗？就是毛笔刷了。我说你都用了20多年，你也没看他一眼。我建议这么改一下，怎么这个东西就 low 了呢？我都不知道。他们当时呢，他们对我还挺客气，他 low 了他只是没用，然后呢，开始找法国人设计，这边给着我们钱，人家有钱，是吧？这边反正我们也不惹花老师，搞了1年。看这个看习惯了，不觉得 low 了。一看法国人做出来好像也 low， 最后把这个用完，所以还是不习惯。你看得到我比较熟一点啊，得到一开始的 logo 我也看到过，新的猫头鹰 logo 我一开始确实也不习惯，也特别不习惯，但现在看到那个猫头鹰的 logo， 就觉得它就该是这个样。华山老师有很多的成功案例，跟大家讲讲，你是平常怎么学习？就是每天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？每天的写作，每天早上5点起来，5点到7点一个写作，写下2000字。每天5点起床，写2000字，写了10几年了。10几年，10几年每天5点，基本一天不断。对。春节呢？春节算什么？这个就是父母教的。我小的时候呢，每年只有1天可以合法的不学习，
大年30，大年初一都必须要学习。如果说有一天或者说没有学习，或者说在这看电视剧荒废了点时间，就会有罪恶感。如果周末在家呢，我会看2个整天的书。就我特别好奇，除了读书之外，画像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？真没有，就完全没有呢。我甚至都不太喜欢旅游，因为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。你行万里路嘛，看到只是地理上的这个东西，而书是在时空中间穿越。而且呢，就是我有很明确的读书的目标，在每一个领域呢，我认为它都有一个人类总智慧。比如你做品牌、做营销、做企业战略，它有个人类总智慧。那么你首先要掌握这个总智慧，那你说不就是一生的这个事情嘛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在这个人类总智慧之上呢，如果还能增加一些东西，是你贡献的，那你这就是思想，这就是思想家嘛。这个就是我要做的这个事情。华山老师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。今天视频面前的观众一定特别有收获。我也想代表大家感谢华山老师，很多关于您的成长的历史，还有很多关于那个超级符号的这套逻辑背后的那个思考到底是什么。我相信会让人意识到啊，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。感谢华山老师，谢谢你的邀请。